这是黑山最漂亮的一个海洞，要经过艰难的长途跋涉才能到达这里。哇，走了半个多小时，终于走到这。真的是蓝色的水，你看。哦，蓝的。下一站我们要前往黑山的科尔托。我们在这里堵车已经堵了半个多小时了吧？哪止？不止啊，快1个小时了。其实可能是因为上面是海关吧，然后这个地方也是鸟不拉屎，连网都没有。啊，我们已经等到傻了。等了多久啊？1个小时？才快2个小时了。快2个小时了，在这里排队，看看后面这车队，然后这个是海关，不知他们到底在查什么，查这么久，一辆车好像要查个20-30分钟，我的天哪！2000 years later， 终于搞定了。我看他一台车大概是搞了9分钟左右吧。听上去好像用时不长，但是可能就是这么多车，他每一台都这样子弄，就耗时很长。然后我看他们好像都没有联网的，每一个证都要单独去查电脑。然后欧盟的疫苗卡他们又认不出来是哪一个，就反正好像什么都不知道一样。不知道是不是这里真的离欧盟太远了，所以他们很多业务的办理流程都不一样，然后各种证件也是不一样的，所以哇！但是我以前来的时候也没这么麻烦了，就很顺利的过关了。我估计也是疫情给闹的。排队排的太阳都下山了，等会儿到了就直接睡了。到达黑山以后已经很晚了，筋疲力尽了，等过关等了这么久。黑乎乎，什么都看不见，明天再出来玩吧。每次回到住所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给各种拍摄设备充电。The next day， 起床啦！今天要去一个很晒的地方玩，已经抹好了油腻腻的一层防晒。我们住的这个地方就在科尔多湖边上，可以看湖景。然后最重要的是，继续晒海参啊，好晒啊！现在我们要去科尔托湾一个很漂亮的海洞蓝洞。从我们住的地方开到蓝洞所处的半岛上需要大概半个多小时。一般要到达蓝洞，大家都会选择乘坐轮渡或者快艇，但是我们选择高难度，我们要划船过去。但是蓝洞所处的这个地方都是悬崖，我必须找一个离它比较近的沙滩、石滩或者港口才能放船起航。咦，这个地方看上去可以。好，我们等会儿就去这里起航。现在我们已经到岛上了，可是这里的路很难找而且路都很烂。这里的小岔路实在太多了，跟我在地图上看的好像有些出入呢。好不容易逮到一个路人，要问一问才行。得知我们要去蓝洞，他说不行不行，你得租船去。我说我们有船要划过去。这个老大爷有点吃惊，不过还是给我们指了一条路。这里好像就是我在地图上看的那个小港口了。先去侦查一下，看看等一会儿在哪里放船。看来这是一个餐厅耶，一场来到，那就吃点东西吧。
点了几个生蚝，还有一盘特色烤鱿鱼。哇，这个烤鱿鱼好特别，它里面是塞满了肉和菜耶。在这么偏僻的地方，居然有一家出品这么好的餐厅，真是好惊喜呀！不过跟老板聊了一下，他说从这里出发滑到蓝洞要7公里，那一定不是我在地图上看到的地方。这个是我之前计划的放船地点，那看来我们是来了这儿。那还是得往回开才行。要到达那个小海湾，居然要通过这样一条路。其实第一次来的时候我已经找到这条路了，不过这条路车根本开不进去啊。现在把车停在这里，然后我们要靠步行走过去。我们现在要走过去了，太晒，要打把伞。背着我们的小船出发啦！这个船有20-30公斤，还挺重的。但这对于深蹲 1RM 80公斤的我来说不算什么。刚出发的时候真的很有自信，但是回程的时候因为体力透支就呵。按照地图比例估测了一下，这一段应该是有1.6到1.8公里左右，这么短，所以我就很自以为是的穿了一双拖鞋。走到一半，我爸忽然发现应该把护照留在车里，不然等一下下海护照掉到海里去就麻烦了，所以他现在回车里去放护照，我一个人先走这一段探探路。我刚说完他就追上我了，这走的也太快了吧这一段路就是完全没有人的，只有4轮驱动的车能开过来，所以我们就把车停在一个稍远的地方走进去。哇，好像快到了，虽然只有短短的1.6公里，但是全程都是这样的石子路，加上穿拖鞋，我们已经走了快半小时了，20多分钟吧。哇，走了半个多小时，终于走到这了。非常偏僻的小海湾，哇！这个小海湾上的船都是从别的地方开过来的，通往这个小海湾的路非常隐蔽，而且真的挺难走的。我估计没有几个人能像我和我爸一样从陆地上走到这个小海湾来。但是我已经提前在地图上研究好了，这个小海湾一定有适合放船的浅滩。啊，终于找到一个适合放船的地方了。现在要开始充气了，终于搞定了，出发！
划了回来划得快一点，熟练了一点。刚说熟练你就没有方向了。啊，下。到了。出发的时候，由于是逆风，我们划了1个多小时才到达蓝洞。可是回来的时候顺风，只需要划20多分钟就到达出发地点了。把船打包好了以后，我们原路返回。由于船上还有很多水，所以这个船包的重量增加了不少呢。但是回程的时候，我穿上了潜水鞋，比穿拖鞋好走多了。哇，咁快嘅咧？怪唔知你咁快啊！你行得咁快，行了，太累了，换我爸接力。这个应该有30公斤左右。走到一半，这个包爆裂了，所以我们要想个办法，2个人一起抬上去。回程好像走得更久了，可能是因为体力已经消耗了太多，几乎走了40-50分钟才回到主路。这就是幕后的故事。我一个人出去旅游的时候也是这样自拍的，就是把手机或相机放在地上或一个什么东西上面，然后拍完以后再跑回来捡。自拍真是个体力活啊，走的路比别人要多很多。车子停在烈日之下，估计现在车内温度有70多度。走了那么久，終於回到車裡了。攰唔攰啊？今次真係攰就唔攰呢啲嘢，關鍵係熱㗎嘛，太陽太曬啦，曬到頂唔順。對，今天其實體力上我們還 OK， 但是就是太曬了，真的太熱了。如果沒有打傘的話，真的可能會中暑。走到一半，忽然想買個西瓜吃。Hello。Slatko jeste? Jeste. Yes. 谁说敲西瓜是中国人的专利啊？我发现外国人他们也是要靠敲来分辨瓜的好坏耶。OK。刚才那个大瓜5.7欧元，大概有7公斤左右。Okay. Thank you. Bye. 快要回到住处了，我们得赶紧洗澡，浑身都黏糊糊的。贴好了一个面膜，洗完澡舒服多了，不然一身都是海水，真的黏糊糊的。然后等会儿我们2个会坐在阳台吃瓜。在阳台吃瓜，应该会很享受。2 hours later. 做完面膜，吃完瓜，我们现在精力充沛，要开车到附近的一个小镇叫布德瓦吃晚餐。布德瓦坐落在黑山的海岸线中段，面朝亚得里亚海，拥有古朴的威尼斯风格老城，是黑山一座非常受欢迎的海滨旅游胜地。6年前我来过一次，非常喜欢，因为妈妈的一位朋友是布德瓦地区最豪华的5星级酒店的主厨，在他的盛情邀请下，我们有幸来到此地用餐。我发现黑山还有波黑这2个地方的公路交通设施比较落后，就是经常会遇到堵车。我们现在20多公里的路要开1个多小时，这个在其他欧盟的国家好像比较少遇到，但是就是在黑山堵车的频率真的很高。终于到这里了，店 ，Thank you。
一好奇要去看看。去赌场玩了一下，用100欧元换了10欧的筹码，然后输了10欧就走了，就拿着这90欧回來。我哋咁樣出嚟，啲人見到我哋攞住啲錢，以為我哋贏咗錢添，仲要笑容滿面咁，即係以為我哋贏咗錢，贏咗錢走人咁快，入去幾分鐘就出嚟攞住啲錢。剛才我爸問我為什麼要去賭場玩，是不是想拍照？我說不是，一般賭場都不讓拍照的嘛。就是我有這個習慣，就是到世界各地的賭場，只要進去了就玩一把，就不管輸贏就玩一把。我記得贏的最多的一次是在韓國的濟州島，然後我就下注了一把，然後那一把是贏了16倍，就一注，然後就見好就收，見壞也收。優秀的賭徒。